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总舵主阿鹏。鸭肉相信很多人都爱吃，但是鸭子怎样做才最好吃呢？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一道啤酒鸭，因为它不但非常的下饭，而且还很下酒。每次只要做上这一道菜，一整个鸭子都不够吃。这样做出来的鸭肉不腥不柴，肉质还非常的鲜香入味。喜欢这道菜的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的光鸭，因为一只不够吃，所以我就买了1/4个。我今天用的是白鸭，也可以用其他的鸭子，比如番鸭或者是麻鸭等等。把鸭子买回来后，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将它处理一遍，把它身上残留的绒毛和一些毛根处理干净，不然煮熟了以后会非常的影响口感，而且还扎嘴。很多朋友私信跟我说，为什么我做出来的鸭子口感特别的腥呢？那是因为你没有把鸭子完全的处理干净，特别是腹腔里面的鸭肺，还有骨头上面的贴骨血，一定要将它完全的去除干净，不然做熟后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有很大的腥味。把它处理干净以后，将其捞出来，放到另外干净的大盆中，往里面加水，然后再一次的将它清洗一遍，把它身上每个窿窿罅罅都清洗一遍，把它清洗到没有血水就可以了。很多人把鸭子买回来后就简单的给它清洗一下，所以那样做出来的鸭子就非常的不好吃，而且它的腥味还特别的重。我们用自来水把鸭子多清洗几遍，这样的鸭子就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啦。接下来把清洗干净的鸭子控水捞出来，放在案板上，将它砍成大大的小块。因为鸭肉它煮熟后会缩水，所以我们在砍的时候可以稍微的砍大块一点点。把鸭子全部剁好之后，先给它装进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的老姜，把它去皮以后，再将它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把姜片切好了之后，给它装进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粒去了皮的大蒜子，我们将大蒜子的头部切下来，丢掉不要。全部切好了之后，直接的把它放进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小把的长线椒，我们先把它的辣椒蒂切下来，丢掉不要，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小段。把它全部切好了之后，我们先将它装进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个小红椒，同样的把它改刀切成小段。要是爱吃更辣一点的，也可以用小米辣来代替。将它全部切好了之后，和青椒放在一起备用。再准备2颗蒜苗，将它的头部轻轻拍一下，然后再用斜刀把它改刀切成长段。而剩下来的蒜叶，我们直接的把它改刀切成小段就可以了。把蒜叶全部切好了之后，给它装进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少许这道菜需要用到的香料，准备香叶3片，八角2个，还有少许的桂皮，最后还有清洗干净的干辣椒7到8个。好了，所有的食材准备完毕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的烹饪。锅中少放一点油，油热之后再把鸭子放进锅中，利用中火把鸭子煸炒一下，把它炒出水分。像这种新鲜的鸭子，我们千万不要去焯水，给它煸炒一下，可以去除鸭肉一部分的腥膻味，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的香。而像这种白条鸭的话，它的含水量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在慢慢煸炒的过程中会出水。同时这种鸭子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在煸炒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少放点油，或者是不放油，直接的给它下锅煸炒就可以了。把鸭子煸炒出油脂后，再把切好的姜蒜放进锅中，然后再继续的把它翻炒均匀，把姜蒜炒出香味。把
它炒香以后，再往里面添加1勺的豆瓣酱，然后继续的用锅铲将它翻炒均匀，把它炒出酱香味。接着再把准备好的香料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干辣椒放进锅中，继续的把它翻炒几下，将它炒出香味就可以了。炒香了以后，再往里面添加1瓶82年的老啤酒。啤酒可以有效的去除鸭肉的腥膻味，还可以软化肉质，让鸭肉吃起来更加的好吃。再往里面添加半碗清水，接下来开始进行调味，给它来上大半勺的生抽酱油，还有蚝油一点点，还有少许的食盐，一点点的白糖提鲜，少许的鸡精，要是不爱吃鸡精的可以不放。最后再来上少许的胡椒粉去腥增香。调味过后，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搅拌一下，让所有的调味料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接下来扣上盖子，转为中小火，给它焖煮20分钟。如果鸭子比较老的情况下，那就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增加时间就可以了。我家的猫咪小时候是一个流浪猫来的，它最喜欢的就是钻箱子里面睡觉了，所以的话，我给它做了一个纸箱的猫窝，在纸箱里面待着，这可能就是它从小缺少的一个安全感罢了。好了，这时候的鸭子已经是焖煮了20分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时候的汤汁已经是不多了，我们用筷子将里面的大料挑拣出来，把全部的大料挑出来以后，再把翘的青红椒放进来，立刻的开大火，把它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把青红辣椒翻炒至断生。最后在出锅之前，再把切好的蒜苗也放进来，继续的把它翻炒几下，把蒜苗炒出香味就可以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我的口水已经不自觉的从嘴角流下来了。最后将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啦。一道非常香喷喷的啤酒鸭就已经制作完成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伸出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这样做的鸭肉非常的鲜香入味，每次我家里只要做上这道菜，家里的大人和小朋友都特别的爱吃。如果您也喜欢吃鸭肉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。好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